当云雾，化作雨雪冰川。溪流汇成江河湖海，岩层堆叠，大地仍在生长。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，星空下最丰饶的水，气候因它而改变，生命被它所重塑。让我们重新出发，跟随万千生命，深入高山，溯源江河，穿越四季，遇见最极致的中国。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。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，冬季气温更低至零下40度，极度缺氧，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。只有最顽强的生命，才敢于在此安家。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，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。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，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。远远望去，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。它顶部平缓，总面积423平方千米，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。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。不过，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，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，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。垫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，它生命力极强，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，紧紧贴附在砾石上。枝叶虽已枯黄，低矮而致密的结构，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。初冬时刻，垫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。不过，随着酷寒加剧，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，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。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，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。更神奇的是，近年来，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，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。与藏羚羊一样，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。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。
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，极为危险。冰原下，气温已降至-30°，超过5000米的海拔，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。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。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。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-3°C，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。冰原上，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，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-40°，甚至更低。巨大的冰原，高冷、肃穆，不容忽视。不久之后，就在冰冻的河谷中，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。失去同伴的它，仅仅1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，甚至已无力起身。在冰原西侧，一处热泉格外醒目。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，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，因为热泉河的存在，可以常年驻留。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。清晨，弥漫的热气还会在岸边洒下一片片冰花，它们以苔藓为根，凝结、生长、叠加，洁白而脆弱。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。冰原的四周，至少还存在4条温泉河。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，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。从高空俯瞰，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，完整而巨大。狂风过后，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。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，向下蔓延，势不可挡。在西南角，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，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，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。在另一侧，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，一座座冰山，一道道冰墙，兀自矗立。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，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，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。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，在这里
被融水侵蚀，切割成一道道宽沟，一条条洞穴。夏季融水，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，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。通道宽4米，高8米。古老纯净的蓝冰，虽已千万年，却依旧熠熠生辉。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，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。在冰川末端，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，纹理清晰的冰墙，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。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，就暗藏其中。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，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，直到1999年，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，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。在这里，每走一步，都意味着刷新认知。1999年9月，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，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，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、最极致的冰原。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，中部、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。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。实地测量时，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。他们由此估计，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。不过，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。夏季正午时分，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，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。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。此刻，流石滩上的垫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，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，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。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，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，生长机会稍纵即逝。长成这么大，至少需要50年。在普若岗日，寒冬长达9个月，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。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，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。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，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。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，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，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。争先恐后，心无旁骛，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，很快就会揭晓。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，而且天气说变就变。
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，湿气迅速化作降雨，冰雹从天而降。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。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。汉塔又被称为睡兽，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。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，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？在同伴的鼓励下，他终于冲了出去。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。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，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，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。很快，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，向下漫入河道，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。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，令哥措就是它的终点。1999年刚被发现时，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。如今，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，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，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。温暖的夏季，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。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，纷纷结队返回。野牦牛也在这时，成群结队返回家园。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，他们发现，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。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。就在附近的山谷，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。3个家族，有大有小，至少10只棕熊。它们的突然现身，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。鼠兔体型娇小，身材浑圆。夏天只要天气允许，就会全家出动，到草地上觅食玩耍。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。他的运气太糟，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。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，内部洞道相互连通，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，直达永冻层。
不过，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。这一次，他化身挖掘机，奋力挖掘。终于得偿所愿。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，在冰原的西侧，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。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。在流沙河的东侧，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。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，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，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，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。沙丘所处的开阔地，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。9月，随着天气转冷变干，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。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。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，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。中午时分，风力逐渐变大，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，贴着地表急速飞流。它们从低处的令戈措径直朝着冰原漂移而去，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流。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，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，奇妙的循环，周而复始。进入10月，气温迅速下降，令戈措再次冻结。普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。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，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。度过了短暂夏季，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。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，前往更低的地方，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。如今，随着气候变暖，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。相较而言，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。雪岭日色死，霜红有余哀。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，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，贡献出更多、更重要的线索。